来吧，说这个峰会的电话，咱们就给大家总结一下美中两边通过这个电话峰会，最后呢搞成了一些什么东西。先说一下背景，6月5号的晚上啊，所谓的那他这晚上那就是美国的早晨，应该是了他这晚上9、10点钟，那边早晨9、10点钟，差不多吧。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应约和川普通了这个电话，这话什么意思？是川普先打的电话，特别有意思啊！你要俩人都打，这不是占线吗？你打过来，我在这听着，哎，响几声，我拿起电话来，是你给我打来的，这句话就是这意思。咱们先听川普怎么说。说我刚刚和习主席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通话，讨论了我们最近达成并同意的贸易协议中的一些细节。整个电话1个半小时，达成了对两国都非常积极的协议。有个协议，关于稀土产品的复杂性，应该不会再有任何疑问。专门说到了稀土，说我们的团队很快就会在某一个地点来见面，我们这边是贝森特、卢特尼克和格里尔。然后通话期间，习主席盛情邀请我和第一夫人访问中国，我对此表示了回应。什么意思？那应该就是接受了，而且呢，我也请你来访问美国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啊。作为两个伟大国家的总统，我们彼此充满了期待。说这次会谈几乎完全集中在贸易问题上，没讨论俄罗斯和乌克兰和伊朗的问题。我们将向媒体公布即将举行的会晤的地点和具体的安排。这是川普的一个简短的说明。那很多朋友第一时间一看稀土的问题，应该没有任何疑问，那你还是没搞定啊，也没说明白啊。然后下一步怎么着？具体地点和时间安排这都没有啊。这还得待定啊，这都是待定，等于确定的谈了半天就是邀请你去中国，这是肯定的有了，然后你也请了他有的人认为呢是川普碰了个软钉子啊，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一会儿咱们再分析是不是这样。然后咱们再看中方的新闻稿，说习近平指出，校正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的航向，需要我们把好舵、定好向，排除各种干扰和破坏，尤为重要。然后呢，根据美方建议，两边的牵头人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谈，受到了普遍欢迎啊。我就简单说了，说对此中国也是有诚意，同时也是有原则的。然后这两段话在美国应该是引起了反应的。说中国人一向言必行，行必果，既然达成了共识，双方都应遵守。日内瓦之后，中方是严肃认真执行了协议，那美方也应实事求是看待取得的成果，撤销对中国实施的各种消极措施。这话什么意思？达成了日内瓦协议，双方都应该遵守，我们是认真执行了，那你也应该执行。那结果现在你给了我们很多的消极措施，你现在应该把这个撤销。既然达成了，我们就应该遵守，这是完全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教训的口气。我们执行了，你也应该遵守，做人就应该是这样啊。那你应该言必行，行必果吗？你没有做到，你还搞了一些消极措施，这话啊，这种居高临下的这种强硬的口吻，这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战的时候没见过。那时候没这么不客气啊，两边通完话以后，按说就应该电视台放美国电影什么的啊，这什么黄河恋什么的又开始了。结果现在啊，这脾气大到这个份上来了。习近平强调，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这里边你要仔细的琢磨，这是很厉害的。你应该慎重处理，不要进入危险境地，语带威胁。这种教训和威胁的口吻一点也没有减少。刚才川普根本没提，
台湾问题根本没提。然后下边这段，川普表示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这是中国人，中国的媒体自己讲的。川普肯定也是说来着，那人家毫无疑问就把这给接了。什么双方非常重要，达成了好的协议，然后美方愿意和中方继续落实这个协议，美方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然后双方请你访华然后呢表示感谢，两边呢日内瓦共识，新一轮会谈，这是中国的新闻稿的表述。那到这儿总结呢，稀土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应该没有疑问。那这边呢有一个美方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美方将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什么意思？你让我慎重处理台湾问题，是我们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中方当时谈判是不是真实就是这样，这个我是抱有怀疑的。但是中方他把这个稿子就给写成了这样，显示了一种明显的优势心理，难道不是吗？你要说两边真的是这么谈你在这把美国总统给训一顿，我绝对不相信有这件事儿所有表现出来的，大家别拿这当真，是中方想表现出来的。一个是给内宣看，给外宣看，同时呢，他们也反映了自己的强硬的这种心态，这种优势的心理。现在这个我们应该能揣测到那介绍完这些背景呢，咱们就看看双方具体搞成了一些什么东西。这里边细琢磨，那是川普碰了个软钉子一无所得，然后让习近平白训了一顿吗？不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还要实事求是首先呢，说到这次谈话的迫切性，一个是稀土问题了，再加上那边呢，美国在谈判端现在也面临着苦战，和欧洲和日本，包括和印度各方面现在都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而且关键时刻，美国德国总理梅尔茨去访问这个呢也在关键的时刻。所以说，如果和中国能够取得突破，和中国这件事能大致搞定的话，那后边那些事儿也会起到一个良好的标杆的效应。所以说这次呢，这是双方美方的另一个谈话的一个意义了。仔细品，你把这个中国的稿子和美国的稿子放在一起仔细的研究呢，应该还是谈了很多的内容。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的路线，你比如说中国领导人和另外一个领导人谈，我们谈战略不谈细节，我们先把大的原则方向，这是咱们俩弄的，下边的事儿就交给具体人来谈，咱们拍板拍大板，咱们看看这件事儿是不是这样。你比如说，根据两边后来的通报，两边的战略是一致的。原话是，双方都要用好已经建立的经贸磋商机制，秉持平等的态度，尊重各自的关切，争取双赢结果。美中合作可以做成很多事儿，这是中方所坚持的，先战略一致，后解决具体问题。那现在和美国之间这个战略问题搞定了没有？搞定了。利用这个日内瓦协议建立起来的机制往下谈，我们想谈成这件事儿这个是已经搞定了。仔细品能看出来。那说到贸易问题呢，那在这具体事儿上怎么弄主要的贸易问题就是落实好日内瓦协议，等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在具体的这件事儿上也基本达成了一致，就按照日内瓦那个框架，咱们继续往下走。那可是美方抱怨你稀土，你后来没答应咱们就说这稀土的问题。然后呢，这不是说吗？应该是没有问题。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讲呢，后续中美间将就稀土问题进行专门的会面，因为稀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原则答应了给你，但是呢，这件事要仔细谈谈。那怎么个谈法？那就看后面了。这就是一切后边什么落实日内瓦协议的钥匙，就在稀土问题上。
所以说下边人家要给你立几个规矩，你下边再买稀土怎么样啊？我们得有个要求。川普接了，然后下一个共识就是两边访华。习近平邀请川普访华，两个人在1月份第一次通话的时候，视讯通话的时候，只有川普单方面表达了会面的请求。这次呢，习近平也诚挚的欢迎川普来访华，这算是一个进展啊！你要是如果都不想往下搞了，不想谈成，那还让你访什么华呀？访华就是前面都谈完了，最后访华的时候，咱们俩宣布一个结果嘛。所以说，无论从战略上，到具体的贸易谈判上，到稀土问题上，包括到最后以你来访华，咱们来结束整个的贸易协议，或者是我去访美，或者是怎么样，咱们把这件事最后搞完，还是有一个大致的路线图和框架的。所以说你仔细品啊，这个东西有。那我们就看下边那到底怎么着啊？那下边就具体的就谈吧，能谈明白吗？首先在贸易上，两边已经定调了，原文要对话，要合作，要共识，后续本着日内瓦的结果，向贸易协议方面继续前进，这是原文啊，两边的都有这方面的一些表述。所以说这个是大头已经定了，两边人就执行就完了。第二呢，说到关税的问题，两边没谈。这次呢，就日内瓦那不是30，这边加这10，就按着那个走啊，那个就别动了。令人意外的是呢，那这次芬太尼两个人竟然没谈，因为净说稀土了，净说台湾了，现在是也没看到拿芯片来换稀土，现在有点拿台湾来换稀土，现在是有这个问题啊。芯片问题在两边的稿子里也没看到，芬太尼也没看到，那应该都在日内瓦的框架里面，也就是那是在日内瓦协议里边的一部分。所以说只要回到日内瓦，那这件事情就继续谈就完了。两个人没谈芬太尼的事儿啊，这是一个意外，这个会放在关税的问题里了。那稀土问题呢，实际上在两个人通话之前，中国商务部呢就表示，我们对符合规定的稀土出口的申请会予以批准。我们不是说完全不卖了，你看现在日本也没了，你现在欧洲那儿也着急了，美国这儿也着急了，我没说不给啊，只要你符合规定我们就给啊，是有条件了，你答应那个就给。所以说呢，那下一步双方围绕着稀土的管制啊，在日内瓦协议上你已经答应了，那下一步呢符合中国的要求，你对我华为芯片啊，对我别的那些东西，就是你后来加的那几个什么发动机啦，什么中国学生啊，什么把那个你的消极措施都给我去了，咱们回到5月12号那天的日内瓦啊，那稀土我就给你，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现在说到川普访华，那欢迎访华。我看有专家甚至呢给日子都基本上给定下来了，也就是在7月8号，也就是整个的大结束。7月9号不就是最后所有的截止日期就到期了吗？应该是在7月底之前，是7月8号之前，川普是有可能访华的。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法院那儿正审着呢嘛。那弄不好把他的关税就连根拔起啊，那他还得费事再用别的技术手段，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说呢，提前搞定，我们没有再用关税来惩罚别人，等于你说的那什么经济紧急状态，那个什么在法院里打那些官司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已经签成新的协议了，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呢，那有可能川普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真的是有可能快速访华。抢在那边巡回法院上诉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啊，所以说这个是有可能的。这是给我今天的这么一个观感了。总结一下呢，那现在首先这次的迹象，把那个美国新的驻华大使那个 David 啊，王毅特别见一下，那天我们注意到了这个迹象，这是个例外的见面。
伯恩斯大概等了半年多才见着王毅，这个呢，你半个月前刚交换完国书，怎么突然又见？应该是为两边在铺路，这个呢，基本我们判断是对的。那这次通话呢，有点出乎我意外的呢，就是拿稀土问题谈了，但是和他对峙的芯片和芬太尼的问题并没有被突出。这边强调的是台湾问题，也就是川普之前的那个盘外招，猛打台湾牌，对习近平来讲产生了触动，那个威胁也是非常大的。你掐我的稀土，我喘不上气儿来，我那边狠打台湾牌，习近平心里也慌。所以说，最终两边是拿台湾和稀土形成了一个对应，那也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放美国稀土的话，那川普对台军售是不是有所会加严啊？和之前的那个会大幅增加，有可能就不出现了啊。这个呢，我们现在不知道，只是从新闻稿里能看到这么一个主要的问题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口气上，这一段的口气上，中国是非常强悍的。稀土问题当然还是不会轻易给你了，他会掌握住这个节奏，看看后边那个协议的主体谈的差不太多，中国大概认为能接受，就是多买东西呗，买，然后对你开放，可能是局部领域多给你开放一点，也就到此为止了。你要说到全面开放，像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啊，知识产权全面开放等等说的那些内容，想都不要想，那个不可能了。所以说呢，会多买你点东西啊，让摆脱你的经济困境，你给我降点关税，把那20%的芬太尼给我拿了去，啊，剩10%我还能做。然后呢，我多买东西，然后我给你开放几个有限的领域，我认为大致也就差不多这样了啊，我认为也就这样了。所以说下一步呢，就等着啊，这边是贸易谈判，然后这边是稀土谈判，两件事呢互相看。贸易谈判进展的顺利，稀土就早点给你，那是不可能在这事儿没谈明白之前，稀土就先放给你的。这件事儿他是不会轻易松手的，因为就这一张牌。所以说总结一下呢，在这件事儿上，我认为谈成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至少呢两边大头呢拍了板，我们想合作，我们想谈，然后回到日内瓦。后来加的这个日内瓦以后加的那东西都去了，咱们在那个基础上，咱们重来，退回到那个原点，然后两边呢设了一个大致收割战利成果的一个仪式，那就是川普访华，或者是中国访美，在两边的访问中，最后把那个协议拿出来啊，热烈鼓掌，这是他们现在设计的这么一个路径。这是我对整个这次的稿子做了这么一些体会啊，还是想好好过的，没有想最后彻底撕破脸，还没有到最终这个地步了啊。这是我今天目前看到的一个东西。还是那句话，退回到2019年的那个中美贸易协议，我认为都不可能。啊，最终的结局我认为都不可能。很多朋友到今天也坚持没协议，说的是这个。那你会不会形成一个阉割版的一个比那个还要再退缩的那么一个新的版本？那个倒是有可能啊，那个倒是有可能。但你要说回到第一阶段都回不去的话，我认为是川普贸易战的失败。大家认为呢？难道不是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今天对这个中美峰会电话峰会的一个解读，我认为还是谈成了一些东西啊，还是只要不恶化，现在就是好消息。这是今天华尔街、美国很多媒体的一个评论，只要没有变坏，这就是好消息了。所以说，这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看法啊。